我是铁骑王翰，这是将军赠我的龙渊剑。我是铁骑张昭，这是将军赠我的鱼肠剑。我是铁骑赵成，这是将军赠我的战卢剑。宝剑赠兄弟，义气冲云天。我们要誓死效将军。敌人攻到了城门，兄弟们拿起手中宝剑，骑上战马，随我一起奔赴沙场。兄弟结义在将台，宝剑为证，誓为盟。这戏排得好，真是应时应景啊！全当为大家助兴。三娘，无形敬礼。好，这酒敬得有意思。来，干！站住！聚义堂现在禁止入内。这位大人，在下也是黑风寨邀请的客人，只是来晚了。你可以进去，把兵器留下。来，谢大人。你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么不小心！师爷，哎，师爷。算了吧，他也是无心之过。殿下，恕臣失礼，先出去整理一下衣衫。屈大人请便。不要动，再动杀了你，将他押上城墙。大哥，将军待我们不薄，这样做是否有违道义呢？现在兵临城下，我们的妻儿又被敌人活捉，他必须付出性命来拯救我们。可是我们许下了生死的诺言，这宝剑就是最好的见证。难道今日要将它付之一炬？兄弟结义在将台，宝剑为证，誓为盟。那就让他付之一炬吧。这些伶人简直是胡编乱造！说，是谁让你们这样演的？是谁让你们这样演的？三铁骑与将军共生死，怎么可能会杀死将军呢？是你们山寨派人送来的戏本，我们也只是照着排演呢。普王殿下，是有生安排不妥，失礼了。师爷的心情，小王能够理解，这中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我看不如先让这些伶人们都下去，以免坏了今晚的兴致。殿下，殿下，屈大人刚刚被发现死在了前厅，黑风寨可能有刺客，末将已派兵将黑风寨团团围住。臣恳请护送您和慕容姑娘离开这里。至于其他人的，一律不得出入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武殿中的龙渊剑，龙纹盘环，的确没错。可刚刚这剑不是好好的挂在武殿中吗？三位当家的，大事不好了！
武殿着火了！三弟，你留在这里协助官兵处理现场。师爷，你去安排花三娘和灵人们的住处。是。什么？我的住处？是啊，花三娘，上官将军不是说了吗？谁也不得离开黑风寨呀！师爷，记住，千万不可怠慢大家。好。二弟，随我去武殿看看。好。大哥，让我们跟你一起去吧。狄仁杰观察入微，或许能发现线索。那就多谢狄大人了。怎样？宝剑是否安好？大当家，宝剑不见了，只剩下剑鞘。什么？本是有情有义，结局也皆大欢喜。可惜啊，可惜，一场好戏演砸了。我们真的要离开吗？你在想狄仁杰啊？殿下，我早就已经把狄仁杰给忘了。从他不辞而别，离开药王山庄的时候。是忘了，还是记得更深呢？殿下，殿下，现在黑风寨十分的危险，臣已派人将屈大人的死讯上报给朝廷。现在臣请护送殿下和慕容姑娘离开这里。好，那就有劳上官将军了。走吧。究竟是何人盗走了宝剑，还杀死了屈大人？这么一来，恐怕整个黑风寨都要受到牵连。可是宴会前，这3把宝剑还在，到现在为止还不足1个时辰。我们走了以后，可有其他人进出过？回大当家，没有发现任何人在这段时间里进来过。这火也是莫名其妙的就烧了起来。莫名其妙，无人放火怎么会失火？你仔细想好了，究竟有没有人进出？二当家，请你相信我，真的没有发现任何人。大大，你在想什么？听起来这个宝剑像是不翼而飞，这大火也是自行而起。但最奇怪的，不只是这2件事情。最奇怪的是什么？是时间。从这里到聚义堂，至少需要2炷香的时间。而屈大人被杀，与这武殿失火，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。难道盗剑杀人者与放火者不是同一个人？目前还不能肯定，但这一切未免也太巧了。大哥、二哥，会不会灵人演的是真的？将军带着不义之火回来报仇。也许，屈大人就是那个佩戴着龙渊剑的铁骑，所以，凶手要用龙渊剑杀死他，以血还血。难道这世上真的有鬼魂？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？这个宝剑的传说，不可能是假的。传说是真是假，我还不敢肯定。但这世上没有鬼魂，倒是真的。屈大人被杀之前，可曾看到有可疑之人出入过聚义堂？有一个，让上官大人给拦了下来。不过他拿出请帖，说自己只是晚来，上官大人便让他放下兵器进来了。可曾看清楚请帖上的名字？关胜，黑
黑风寨似乎没有请这么一位人物。三弟，大哥，情况如何？已经检查过屈大人的尸体，并无中毒的迹象，确实是死于剑下。啊，武殿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？火是救下了，但是3把宝剑全部失窃。这么说来，确实是盗剑行凶。三当家，你只说对了一半。剑确实是被盗，但却是不翼而飞。武殿的守卫说，当我们离开武殿之后，便没有人再进入了。也许进去的是个隐形人。隐形人？刚刚官兵言道，说有一个叫做大刀关胜的人来过黑风寨，不过在午宴上没有任何人看到这个人的出现。大刀关胜。兄弟，出来吧！就是他！诸位当家的饶命啊！屈大人可不是我杀的呀！你就是关胜？你这请柬是假的，你还说你不是凶手？这……关胜进来的时候有没有带着剑？并没有，只有一把大刀，不过也让上官将军给留下了。关胜，在下汴州判佐狄仁杰。如果你想证明自己无罪的话，就将书案上的宝剑拿过来吧。你就是除了萧朝天的狄仁杰？正是。好，在下早已钦佩您，狄大人怎么说，关某就怎么做。关胜，你看看能不能把这把剑藏在身上。这剑乃青铜玄铁，比关某的大刀还要沉。狄大人，你这不是为难关胜吗？对呀，屈大人是被这把宝剑所杀，我怎么可能把这把剑带进来呢？也许你一早就藏在这里了。温宇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几乎不可能。关胜没有这么好的轻功。这跟轻功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到武殿的时候还看见那3把宝剑，就说明那3把宝剑是我们走之后失窃的。我们到聚义堂后，这里被官兵把守，进出都会被看见。所以关胜要预先放剑，就要在我们到之前把剑藏好。也就是说，他要在我们从武殿到聚义堂的路上完成偷剑、到聚义堂藏剑这3件事。这段路程不过区区2炷香的时间，没有上好的轻功，又怎能做到？关胜，现在就说一说，你为什么要来聚义堂吧？其实，我是来找春红的。春红？可是那个不小心将酒洒在屈大人身上的婢女？正是，她是我的相好。春红答应嫁给我，可是这3个月来却没有音讯，我着急就找上来了，可是哪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，我一时害怕，便不敢出来。你可亲眼见到了屈大人被杀？没有，我进来后就躲在廊柱后面找春红。你是怎么回事？这么不小心？算了。突然，我听到一声惨叫，那一刹，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，快！回头看时却没人了，官兵从我前面冲进来，我一时慌乱，就跳到了房梁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春红，你可认得他？认得，我去年下山买东西被歹人锁劫，就是他救了我。春红，为什么你要失约？不是说好这个月初5就成亲吗？这不正赶上招安吗？我想等过了招安再说。大当家承诺，寨里每个人都能分到一笔赏金的。我的确
是希望寨中每一个人都有好日子过。这招安之后，能够分一笔钱给大家，没想到，竟然让大家都受到了牵连。大哥，这并不是你的过错，害人的是那个凶手。如果关胜说的都是真的，那这凶手必定是在宴会之上。狄大人，关胜乃关二爷的后人，说话从来不打马虎眼。好，人家就相信你。关胜说他听到屈大人惨叫之后，就马上有士兵进来了。而这凶手如果逃走，定不会走前厅的大门，因为士兵就是从那里进来的。他不从前门走，还可以走后门啊。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，只可惜凶手并没有这么做，关胜却在不经意之间，将自己变成了可以证明凶手从未离开过的证人。我？对，就是你。你所听到的脚步声，就是凶手的脚步声，而你靠的廊柱，离那后堂至少有50步的距离。如果这凶手要去后堂，他怎么可能在你转身的时候就突然不见了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这凶手定是进入了宴会大厅。任杰敢肯定，既然凶手返回了宴会大厅，就证明这凶手就在赴会人之中，而他特意赶回来，就是为了减少自身的嫌疑。大当家，大当家，花三娘和伶人们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我把废弃的阁楼叫人打扫出来，作为他们的落脚之地，还算宽敞舒服。你赶快去，派人看住阁楼，不得再有任何人随意进出。为什么，大当家？这样恐怕会得罪客人呢。刚刚花三娘已经十分不满了。凶手很可能就在这些人当中，如果逃了，咱们整个黑风寨都担当不起。啊，好，我马上就去。等等，师爷，你也给他在阁楼安排上一个房间吧。狄大人，为何如此？我不是已经没有嫌疑了吗？你说的话未必100%都是真的，所以委屈一下。屈大人离席之后，我敢肯定的，只有我们几个和师爷是从未离开过的，其他的人，我也没有仔细观察。还好你记得我们，我还以为你光看他了呢。洪金，我的确留意他很久了。你，狄大人，你和洪金说的是？是我。大当家不好了！大当家不好了！阁楼那边打起来了。走，出手！大哥，三娘都不听师爷的安排。我好心好意来祝贺，却要被你们关起来。金无形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三娘，屈大人死在聚义堂，众人皆知。要关你的不是我黑风寨，而是朝廷。现在就连整个黑风寨都被围了起来，在场的每一个人，都跟坐牢一样，所以还望三娘谅解。谅解个屁！我在席间一直跟二当家的说话，从未离开过半步，又怎么可能杀死屈大人？二当家的，你出来说句公道话。三娘确实曾与飞影说话，但并非一直。飞影忙活着招呼众位宾客，也没有一直留意着每一个人。你这是废话，谁会一刻不停地说？正好，现在大家都在，任杰倒想问问大家，是不是都有一直在场的证据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当时根本无人进入，所以这凶手很可能就在我们中间。哼，就算是，那也不是我们寨里的兄弟啊。我们寨里的兄弟啊，天天盼着招安呢，怎么可能杀死屈大人呢？朝廷是看证据的，任杰还是恳请大家好好的想一想吧。
好些了吗？没事了，多谢这位姐姐。大人，当时我们可是一直都在台上表演，这可是众人所见，这应该算是证据吧？这，你们这些伶人，我看就是你们作怪，演的什么鬼戏，咒死了屈大人！哎，什么咒死啊？人家可说了，这戏本是黑风寨送去的。依我看，这戏本怕是中途被调包了吧？戏本送到后，我们停了3天才开始排的。要说被调包了没有，我们也不清楚。三哥，不管怎样，这些伶人就是不祥之人。既然是不祥之人，那大虎兄为何上午还要去招惹他们？总之，在没有找到凶手之前，任何人不可以离开黑风寨。现在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还请大家不要有离开的打算。倒不如好好想一想细节，多提供一些线索吧。在这山上，有酒有月，有知己的朋友在身边，本来是件很惬意的事情。是啊，但现在却是300多人的安危在系。如果朝廷真的攻上黑风寨，墨雨，你保护狄仁杰离开。那你和红巾呢？黑风寨对于我们姐妹俩有救命之恩，如今大难临头，我们怎么能说走就走？你们别忘了，我们在祖师爷面前可是发过誓的。恩仇必报。我们不在了，不是更好？省得某些人呐，耳根子不清净。哎呀，平时听惯了叽里呱啦，突然耳根子清净了，还真没什么意思。还有他呀，他现在叽里呱啦的本领，可不逊于我们哦。他是跟你们在一起才这样，他一个人的时候，那叫金口难开。哎呀，所谓的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嘛。放心，大漠狂沙都不能把我们吹散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咱们不但散不得，还要一起还黑风寨一个清白。将军，如果公然与朝廷对抗，那我们无疑是以卵击石。可是现在逃跑也不行，朝廷的军队已经将山寨团团包围。难道除了攻和逃之外，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？还有第3个办法。狄大人，还有什么办法？是啊，既不能攻，也不能逃，难道我们要坐着等死吗？当然不能等，我们要拖。拖？我们势单力薄，如何能够拖住朝廷大军呢？人杰并非是让大家拖住朝廷大军，而是要拖延时间，所以不能跟官兵开战，要想办法拖住他们。对，而且不能伤害朝廷的一兵一卒，否则就是公然反抗朝廷。还要拖的时间越久越好，有利于我们找出凶手。可是现在山下号角一响，我们所剩的时间恐怕已经不多了。三当家，时间不能靠朝廷给，而是要靠我们自己争取。师爷，可有黑风寨的地图？有，在那里。诸位兄弟，兵部侍郎屈大人死在了黑风寨，这表明黑风寨对朝廷的招安毫无诚意。我等现在就奉皇命剿灭黑风寨。现在号角已吹过3遍，黑风寨里除了老人、女人和小孩之外，其他山匪一律格杀勿论。是。官军来了！官军来了！这2座山头形同马鞍，而第1座山头就是黑风寨。从这里到山谷颇是陡转，如果让官兵以为我们黑风寨众人都躲在这山谷当中，便会将他们引入到山谷之内。那么当士兵知道自己被骗后，再上山，
恐怕就难上加难了吧？可是朝廷派了那么多官兵，把他们全都骗到山谷里，谈何容易啊！再多的士兵，也只相信一个将军的话，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骗他们，只要骗得过上官将军就可以了。三位当家，你们可愿意相信仁杰？我们相信狄大人，一切但凭大人差遣。多谢三位当家信任。二当家、三当家，请通知寨中的兄弟，将各家各户的家中弄得遍地狼藉，记住，越乱越好。还有，寨中的路上，也要有看似落荒逃跑、被丢下且又未来得及捡起的器物。狄大人放心，我们山寨都是土匪出身，弄干净不会，弄个狼藉，那可都是好把式。师爷，请把大家转移到这山头上任何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，山洞也好，树林也好，要快，也要近，因为现在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。狄大人放心，我一定能为大家找一处安全之地。好，二当家、三当家，师爷，你们现在就开始行动吧。好。狄大人，那我呢？我做些什么？大当家，请帮仁杰找10匹快马，还有树枝，越多越好。这没问题。可是，找这些来做什么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墨雨，你的马术有没有退步啊？比上次赢你时还要再稍好一些。红金蓝绫，你们呢？傻书生，你有听说过飞贼不会马术的吗？是啊，要不然怎么逃跑啊？好，大当家，我们现在就去引开官兵吧。好。将军，山寨的人好像全部都逃走了。不可能，我们一直驻守在山下，他们能往哪里逃？给我搜！是。搜，快去那边看看！快！我只听说狄大人断案如神，没想到竟然还有领兵作战的才能。大当家过奖了。其实仁杰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只不过都是老天在帮忙，希望可以成功吧。大家记得，先原地打转，围的圈越大越好。等到把士兵引过来，我们就冲向山谷。大大放心，墨雨会带住头马。好，时辰差不多了，我们开始吧。这。将军快看，那里好像许多马匹在奔走的样子。难道黑风寨的人要骑马从后山逃跑？蒲王殿下，殿下，您为何会在此？为了给你们争取更多的时间呢。殿下的意思是？狄大人，你用这招把官兵引入后面的山谷，就算你骑术再好，骑得再快，小王推断，最多也就能争取到1天的时间吧。殿下知道我们要引官兵到山谷。小王只是推断到，朝廷今日有可能会绞杀黑风寨，而狄大人呢，绝不会见死不救。但狄大人又不会让黑风寨与朝廷为敌，所以只有想办法来拖延时间。就这里的地势来看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官兵
引入到后面的山谷之中。狄大人如此聪明，不会想不到的。所以小王今日并没有离开汴州，一早便从后面的山谷来到此地，等候诸位。末将参见殿下。将军免礼。怎么只有5个人，10匹马？原来如此，狄仁杰，你竟敢欺骗本将军！上官将军，人家并非是有意欺骗，只是想为黑风寨争取更多的时间，找出杀害屈大人的凶手。狄大人，现在不是上官不给黑风寨时间，是皇上不允许。你也知道，那屈大人是皇上的宠臣，他的死，皇上十分的震怒。上官将军，请将军回禀皇上，本王愿留在黑风寨中，为黑风寨做担保，请皇上宽限3日时间，以便查出真凶。可是殿下，将军，你若硬要绞杀黑风寨，也好，就先杀了本王吧。啊，末将万万不敢。将军请起。皇上那是个仁义之君，这你可是明白的。皇上非常顾念手足亲情。本王虽然已被流放，在朝中也没有什么势力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本王也是皇上的亲兄弟。即算是屈大人是朝中的宠臣，在皇上心中，应该也不会高过本王吧？这些暂且不论。将军，本王向你保证，此事无论怎样，小王一人承担，绝不连累将军。殿下，我这就回去禀告皇上，同时我也会带兵围住黑风寨，等待皇上的旨意。收兵。是将军。谢将军成全。也请殿下遵守诺言。狄大人果然是神算呐，官兵果然中计。刚刚我们躲在山洞内，连一口大气儿也没敢多喘，眼睁睁的见一大队官兵就那么过去了。三弟，阁楼上众人可好？二哥尽管放心，这阁楼地处偏远，并且年久失修，不引人注目。我想，这官兵恐怕还未搜至，狄大人就已经把官兵给引跑了。二当家、三当家，大事不妙了！官军他又来了！什么？难道狄大人他们失败了？不是失败了，而是更加成功。大哥，二弟、三弟，我们又多出了3天的时间。太好了！3天，不是说最多只能拖出1天时间吗？这多亏了蒲王殿下的帮忙。蒲王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这黑风寨景色秀丽，又有你这么一个兄弟在，我当然要回来了。殿下甘愿留在黑风寨做担保，请求皇上多给他3天的时间。上官将军这才退的兵。黑风寨多谢蒲王殿下大恩大德。哎呀，大家太客气了，快起来吧。小王呢，也不敢保证皇上一定能答应，但是请各位放心，小王一定会尽力维护黑风寨。哎呀！茶壶又没得罪你，你跟茶壶置什么气啊？行了，我去倒水，省得你为难他。无端端又冒出个蒲王，这有什么不好吗？黑风寨又多出3天时间，恐怕无端端冒出来那个让你生气的人，不是蒲王吧？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不妨直说，那个慕容清，我们在大漠的时候就差点被他害死，现在还阴魂不散，又借着蒲王的名义出现，谁知道什么目的啊？
说不定这黑风寨的一切都是那个女人搞出来的。红巾，慕容姑娘不管干什么都不会伤害大大，而且大漠一事，我们也没有确凿证据。你们这些男人啊，见到漂亮女人就晕，哪儿分得清楚什么好坏啊？不管你们信不信，反正这个慕容清绝对不是个简单的女人。不简单的不是慕容清，而是蒲王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多了3天的时间，还是件好事。哎呀，沙书生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出来这么一个既潇洒又聪明的人物，不仅抢了你的女人，还抢了你的风头。狄仁杰只喝酒，不吃醋。酒喝多了容易醉，就像漂亮的女人，看多了容易晕。啊，还是喝点茶，消暑解郁的好。原来最可怕的不是漂亮女人，而是聪明的女人呢。狄大人，蒲王殿下，请您过去一下。好，我就随姑娘前去吧。黑风似乎在阁楼待了1天1夜了，如果真凶就在里面的话，一定会有所动静。3天的时间并不多，我们要抓紧。你们去查问一下，将口供记下来。大大放心。自己去见心上人，把活交给我们干。你不是要喝茶吗？不喝了。大漠一事，你是否怀疑慕容清？怀疑。可大大对慕容清情有独钟，你不生气吗？我生什么气啊？因为你也喜欢大大。我跟红巾有过约定，绝对不会再争同一个男人。可是，人怎么能管住自己的心呢？喜欢什么人，根本由不得自己。没想到你这个小书童对感情倒是颇有一番见解。怎么，你呢？有没有什么时候是由不得自己的？我嘛，都是理论，理论而已。大大跟慕容姑娘的事，你真的不生气吗？生气又有什么用呢？再不可思议的事，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。人心也是。好一句人心也是。行了，狄仁杰交代的事赶紧去办吧。我也想看看这阁楼里到底有什么新文章。可是红巾……不用管他，红巾自然会忍不住跟着咱们一起去的。青子，黑风寨现在危机四伏，你还是赶快离开的好。我已经跟随了蒲王殿下，就会跟殿下同生共死。你就这么喜欢蒲王殿下？不要再问了，我的心意已决。狄大人，蒲王殿下已经等候多时了，请。
下，狄大人来了。哦，下去吧。是。狄仁杰参见蒲王殿下。狄大人免礼。狄大人与小王都是洒脱之人，我看这些繁文缛节，今后就全都免了吧。来，快快请坐。多谢殿下。小王正好刚刚煮了一壶天地醉，愿与狄大人一起品尝。殿下真是个雅士，怪不得青子会追随殿下。哈，仁杰只知道女儿红、酒坛春、竹叶青，不知这天地醉。好，小王与青子乃是萍水相逢，这天地醉，醉的也不是人，而是四季。这四季也会醉？四季会为繁花所醉，雨露风霜润之，天地灵气滋养。虽大多只开一季，但珍贵也往往于此。小王从不饮酒，这天地醉，乃是采集了春之桃花、夏之荷花、秋之桂花、冬之梅花，风干储藏，待到饮用之时，拿出与当季的新茶一起煮沸。当茶将花的香味完全吸收，再将干花筛除，所制之茶便会香味馥郁，又极有层次。回甘之处，令人流连忘返呐。来，狄大人快快品尝。怎样？殿下，这花香沁脾，仁杰醉了，但从未醉得如此清醒。好啊，看来狄大人的确是与官场上那些浑浊之物不同。小王还真是相见恨晚呐。我给二虎作证，二虎没有出去。我给三虎作证，三虎没有出去。我给大哥作证，大哥没有出去。你们别难过了，我知道，屈大人出去的时候，你们在舞台上表演，根本没有时间杀死他。你们不要害怕，现在把你们关在这里，也只是权宜之计。你们安心待在这里，要是谁敢再欺负你们，就告诉我飞鸿金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你们别哭了。请恕仁杰直言，这是仁杰与殿下第4次相见。可殿下对于仁杰来说，越来越像一个解不开的谜。那狄大人可否将这谜面说与小王听听呢？殿下潇洒优雅，更是有一种浑然天成的贵族气质。即便是来到黑风寨小住，也会锦衣华服，带着自己喜爱的书籍字画，甚至家居器物，并在这园中植满了鲜花。原本这一切让人觉得大费周章的事情，可在殿下的身上，却显得从容，且毫不为过。仁杰潇洒，却怕为潇洒所付出的代价。所以仁杰不明白，如此潇洒自由的殿下，为何会为了黑风寨而以身犯险，自顾自尽呢？不瞒狄大人，小王流放多年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交友无数，但没想到，懂我的人却是狄大人。但有一点，狄大人却不知。这么些年，小王早已做到事事顺天应时，包括小王这条性命。顺天应时。我花三娘以我项上人头保证，整个宴会从未出去过。至于其他人，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。不过琢磨一宿，我倒觉得那些伶人们演的是真的。黑风寨，2个字，
虚无。狄大人也许有所耳闻，太宗在世之时，小王曾深得太宗的疼爱。因小王喜好文学，父皇便为小王在府邸设置文学馆，召集天下有名文士一起编纂《扩地志》。父皇甚至为我在长安城建了一座精美绝伦的芙蓉园。小王却爱风雅，生为皇子，自小衣食无忧，又得父皇宠爱，自以为可以毫无顾忌地追求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。但生在皇室，又岂会有真正的自由？太子被废后，小王竟也卷入了群臣的争议之中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更何况是一棵招风大树。这道理，小王当时还不懂，直到听到被流放的圣旨后，才如梦初醒。但流放，对于小王来说，未必是件坏事。狄大人，小王早已说过，小王已放开怀抱，既然在哪里都能够赏花习文，在此为之，没准儿还能救人性命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殿下，人家从来不奉承别人，但殿下却令人杰钦佩之至。是啊，小王也许久没与人如此交谈了。来吧，与小王再饮上一杯天地醉。好。狄大人，可真是小王的知己呀。我昨天可什么都说了，屈大人的死真的跟我没关系。你们怎么又来审我？昨天是昨天，现在又过去了一天，这里可有什么特别的动静吗？这里吞吞吐吐，再不说我割掉你舌头！就算你不是凶手，如果真凶找不到，你一定要死，因为朝廷已经下令剿灭黑风寨。我说，昨天这里确实没有什么动静，但是有人编下话串供。这样看来，如果关胜所说属实，这凶手必在宴会之上。我也这么认为。而且关胜没有撒谎的必要。为什么凶手一定要用龙渊剑杀死屈大人？盗剑、放火，杀一个人需要费这么大的周折吗？还有，这一切看起来并非偶然，似乎是早有安排。没错，这样的安排一定是熟悉黑风寨，并且知道招安事宜的人才可以做出来的。所以人皆肯定着凶手一定在宴席之上，而凶手大费周章的去杀人，是为了制造一系列的不可能来掩人耳目。不可能，没人进出便忽然失火的武殿，不可能在没有人进出的情况下便失窃的宝剑。还有一个不可能，就算当时大厅再昏暗，也绝不可能有人拿着龙渊剑到宴席上杀人，然后又回到席中。这一切想来想去都自相矛盾，难道这就是凶手的真正目的？狄大人莫愁，这凶手制造的不可能越多，也就说明他留下的线索越多。殿下所言甚是。凶手虽然聪明，但恐怕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。青子，来坐。狄大人，小王在游历途中
遇到青子，是他把小王风湿痛的陈年旧疾给治好了。小王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，就生了怜悯之心，所以想要照顾他。对了，青子曾经跟我提起过，你们好像一起在药王谷学医啊。啊，没错，慕容姑娘曾经教过人杰医术，说起来还算是人杰的老师呢。狄大人言重了，慕容清怎么敢当狄大人的老师呢？狄大人志存高远，心中只有科举，药王谷对狄大人来说实在是太小了。药王谷是世外桃源，慕容姑娘，世人皆陈心难了，不是药王谷太小。殿下，人杰告退了。哎，狄大人，狄大人并非是臣心，而是有天下心。青子，不要再为难他了。好了，这案情紧急，小王就不留你了。青子，待会儿替小王送送狄大人。是。人杰原想问你，为何要嫁给蒲王殿下？看来现在无需再问了。殿下确是极其难得的人物，任谁都会被吸引。倘若黑风寨平安无事，人杰相信，你跟殿下一定会幸福的生活的。我生活的幸不幸福，跟你无关。人杰的确无权过问你和谁在一起，但在沙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利用我的感情？狄仁杰，我们约定好，彼此再也不过问彼此的事情。你想得到无字天碑，我也想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告诉你我为什么。不说也罢，只要你真正找到了你想要的人。傻书生，你放着案情不查，还跟他在一起，你是不是嫌他把你害得还不够啊？红巾，你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害他。青子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我越来越看不清了？你看什么呀？告诉你，我们查到昨天谁有可能离开过宴席了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大虎可是黑风寨的人，你们竟然不相信大虎，而是去相信关胜这个外人。我昨晚经过你们房外，明明听见你安排三虎相互为证。证据？哼，证据怎么能安排出来呢？说得好，安排出来的不是证据，而是辩词，狡辩之词。狄大人，三位当家，听说黑风四虎串通一气，互相为证。那是关胜撒谎。哼，是关胜撒谎，还是你撒谎？墨雨红金兰陵可是将阁楼众人分开审理。如果是关胜撒谎，他又是如何知道这黑风四虎互相为证的？狄仁杰，你怂恿三位当家的把我们都关进阁楼，谁知道你会把哪一个拉去做替罪羊？这么说来，你们的确串供了。我为何串供？是不是你离席，怕我们查出来？大虎，黑风寨的兄弟，没有一个是不凭良心做事的。你要是没有杀人，我看到底谁敢把你拉出去做替罪羊？我确实出去过，而且看到了屈大人被杀。什么？你看到了屈大人被杀？对。当时我就站在大堂的帘幕外，正好可以看到后厅。
为何跟着屈大人之后离席？我是想给屈大人送礼，看看能不能在朝廷打开新门路，招安后也能混个一官半职的。哼，又是为了招安，这招安本是为了安稳，没想到人是安稳了，心却被搅乱了。大虎，你可是亲眼看到了一个黑影？对，是一个黑影。你撒谎，怎么会有黑影呢？这宴会上根本没有人穿一身黑衣，就算他换了衣服，那按你说的，一闪便没了踪影。那他根本没有时间再换回衣服，混回宴席当中。我这次真的没有说谎，确实有个黑影一闪而过，太快了，一眨眼就不见了。就是怕你们不信我，还说不准把我当凶手交出去，之前我才没有敢说。大虎，原来是你先不信的咱们，自家兄弟何以如此？大当家，不如先派人将大虎送回阁楼。人杰还想再去一次武殿，或许我们遗漏了什么。好。其实，今天是将军和三铁骑的忌日。不知大家相不相信伶人们所演的故事？这个故事的真假，无形不知。但是，我知道何为忠义。这两个字，从我当上黑风寨大当家的时候，我就从来不敢忘记。黑风寨这么多年，劫富济贫，从不错杀一人。飞影以为，即使伶人所演的故事是真的，那么这笔血债，也不该由黑风寨来承担。大哥、二哥，你们放心，狄仁杰一定会帮忙找出真凶的。是真有其事，还是有人编造故事另有图谋？到时候便知。这武殿的大火，并非是将军的复仇之火，而这里正是点燃大火的起点。没错，大大。我记得这两边堆放了许多剑，但现在却都烧成了这样。烧得如此彻底，正因为这里就是大火的起点。接着，火势蔓延。但烧到了这里，就停住了。因为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烧了，况且守卫发现及时，进来救了火。真正救火的人，并非是守卫。这火是什么时候开始燃的？燃到了哪里？燃到了什么程度？都是事先已经有人设计好的。又是白磷。白磷。可是白磷遇热就燃，放火的人很难控制着火的时间啊。虽然是事先有人设计好的，但将其点燃的，并非是人。并非是人，又只烧到这里，难道真的有将军的鬼魂？大哥，你不是说今天是将军的忌日吗？虽然将其点燃的并非是人，但也不是什么将军的鬼魂，而是这铜像的护心镜。大当家，就麻烦您将火把拿到外面去吧。好。当时的护心镜和现在的差不多，白天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亮的，所以不明显。大家看一下这边，燃烧的一面是见不到光的一面，它可以通过这个护心镜
将光线反射到这里。大家想一想，晌午时分，光线直射进来，再由这个护心镜反射到箭堆上，箭堆的温度越来越高，白磷自然就会点燃。原来凶手是利用太阳照射护心镜的时间和反射光线来控制大火的，真是精心设计啊！凶手如此处心积虑地放这么一场大火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也许是想制造将军鬼魂回来复仇的假象，或许是盗剑时留下了什么，怕我们看见，所以才放火烧毁了证据。不要忘了，大火燃烧的时候和屈大人被杀是同一个时间，所以我怀疑这个大火一定跟盗剑有关。但之间有什么关联，任杰现在还没有想清楚。他很好的掌控了时间，所以我怀疑，设计武殿大火一案的人，必定是熟悉武殿的人。现在疑犯中，对武殿非常熟悉的，也只有黑风四虎了。不管怎样，我们现在离真凶又近了一步。不知朝廷怎么样？能否多给黑风寨一些时间？河南道大旱，奏请朝廷免除1年赋税。陇右道盗匪猖獗，恳请朝廷出兵予以剿灭。大人，皇上，长孙大人求见。宣，是。宣长孙大人觐见。臣叩见陛下。长孙大人，不知这么晚来找朕，所谓何事？陛下，臣刚刚听闻蒲王自愿为黑风寨担保一事，想必陛下正为此事困扰，特此前来为陛下分忧。魏国公不愧是朕的亲舅舅，朕正在为此事担忧呢。不知陛下做如何打算？朕只想让蒲王速速离开那山匪聚集之地。依朕之见，不如再派人去招安。屈大人一案可以慢慢审理。重要的是蒲王他……陛下，不知陛下是否知道蒲王是自愿为黑风寨担保的？朕知道。蒲王为人一向宽厚仁义，朕听闻黑风寨3当家是他的好朋友，他怎么会见死不救呢？蒲王连山中的悍匪都能交为朋友，陛下，真觉得蒲王是宽厚仁慈吗？他这是笼络人心。陛下，恕臣直言，现在是杀死蒲王的最好时机。什么？杀死蒲王？舅父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这简直……陛下，黑风寨杀死钦差毫无归顺之意，陛下可以再下旨剿灭黑风寨，顺便杀死蒲王。对朝臣对天下，就说吴王是被悍匪所杀，为国捐躯啊！舅父，你当初把三哥吴王卷入高阳谋反一案，朕虽然伤心，却也没说什么。但蒲王，他可是朕异母同胞的亲哥哥呀！陛下还记得先皇太宗经历过的玄武门之变吗？玄武门，玄武门，怎么又是玄武门呢？朕现在已经是皇上了。陛下，恕臣直言，太宗在位时，蒲王在朝野的势力远远超过了陛下。这些年来，蒲王即使流放在外，但仍有许多人追随他，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贼心不死。
不知陛下是否想过，一旦蒲王东山再起，皇上，武媚娘生了，恭喜皇上是龙子。皇上，皇上，恭喜皇上又得了个皇子。好，皇后辛苦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参见皇上。臣妾参见皇上。媚娘辛苦了。皇上，这个孩子得来不易。皇上，皇上给起个名字吧。那就叫红吧。红，媚娘喜欢。我来，皇上。以后媚娘还要给皇上生很多很多的皇子，让他们兄弟一起好好的孝顺皇上。兄弟，怎么了？媚娘说错什么了吗？没有。那皇上为什么面露难色？皇上有什么心事，不妨说出来。媚娘即使不能替皇上分忧，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者。朕是替蒲王担心啊。朕派去黑风寨招安的钦差离奇被杀，朕本来和大臣们决定要绞杀黑风寨，但是蒲王以自己做担保留在黑风寨，还要朝廷给他们3天时间找到真凶。那皇上是在犹豫要不要答应蒲王的请求？事关蒲王安危，朕本来决定答应了，但是刚刚长孙大人过来找朕，劝朕要警惕蒲王，还要朕趁机除掉蒲王。那皇上怎么想？媚娘，蒲王可是朕唯一的亲哥哥呀。皇上，臣妾不懂什么军国大事，皇上在别人眼中是至高无上的九五之尊，可是，在媚娘眼里，你就是我的男人，是媚娘和孩儿的依靠。媚娘不想看着皇上伤心难过，所以不管什么事，皇上只要问一问自己的心，顺着自己的心意就好。媚娘不想让皇上做以后后悔的事情。啊，还有一句。人家说皇室无私事，这也正是皇室亲情更显可贵的地方。媚娘，你所言句句合朕的心意。媚娘倒有个建议。媚娘但说无妨。既然是疑案，不如让狄仁杰去查办，请皇上再相信狄大人一次。其实，狄仁杰此时正在黑风寨。那太好了。皇上就把此案全权交给狄大人查办，相信狄大人一定会查出真凶，并且确保蒲王的安全。想起以前和姐姐在黑风寨的日子，那段时间无忧无虑的。真是快乐。究竟是什么人跟黑风寨有仇？我只听说过有人来黑风寨报恩，还真没听说过有人报仇。如果伶人所言是真，那所有的情况都得倒过来。任何一个将军的亲人，或者受过将军恩惠的人，都有可能替他报仇。而屈冲，便很有可能是当年的3铁骑之一。你们可否记得大当家和二当家的表情？还有师爷，他们的心里肯定藏着秘密。红间兰陵，黑风寨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黑风寨大难当前，他们自然也会紧张着急的嘛。不管怎么样，
那凶手也太狠了，就算是报仇，也不应该拿整个黑风寨来做代价。这凶手也可能是因为另外2名铁骑还在寨中啊。没想到你来慕容山庄学医只有短短2年时间，就进步如此神速，真是个难得的学医奇才啊！人杰的今日所得，多亏姑姑和慕容姑娘平时的教导。狄仁杰，我想把慕容家家传的悬丝神针传授给你。不过，这祖上传下来的规矩，这门绝学可是不能传给外人的。姑姑，人杰没有觊觎绝学之心，只是希望能够把医术学好，以后可以治病救人，这样人杰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你是知道的，青子啊，是我慕容家唯一的骨血。我看你们2人平日十分要好，所以我想把她许配给你。人杰，待你们2人成亲之后，我便把这门绝学传授于你。我已经决心闭关修行，不问世事，而你便会成为药王山庄的新主人。姑姑，你怎么自作主张，也不问问我的意见啊？这么说，你是有意见了？哦，不是。姑姑，人杰感谢您的美意，但人杰没有办法留在药王山庄。我已经决定了，要去长安赶考，秉承父志，当一个为百姓做实事的好官。人杰来到药王山庄学医，也是为此。狄仁杰，我原以为你虽出身仕宦之家，却是个淡泊名利之人，可没想到你也是个追名逐利之徒。我告诉你，我药王山庄在江湖中地位非凡，庄园主人的地位与将相无异。况且呢，这江湖要比官场自由得多。2者取其一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我再给你些时间，好好想清楚吧。想喝醉吗？不如我们就来点酒，在这河边休息休息吧。好啊，今晚我们就大醉一场，解解郁闷。哎，我知道哪里有酒，我去拿。狄仁杰说他很喜欢这天地醉，还说他从未醉得如此清醒、优雅。来，青子，你也尝一尝。殿下，青儿不想喝茶，青儿想喝酒。青子，你知道本王从不饮酒，又到哪里去给你找酒啊？青子，茶是要慢慢品的。你呀，就是太过性急，这一点，你就不如狄仁杰。殿下，我们什么时候离开黑风寨？3天吧。我料定，狄仁杰3天之内一定会查出真凶的。可是我想先离开这里。怎么？你害怕见他？你还忘不了他，对不对？殿下，我早已经把狄仁杰忘得一干二净。
你说，如果这3把宝剑的故事是假的，那他为什么还要编一个如此忠义可嘉的故事来骗人呢？为了掩饰，也为了让自己的内心好过一些吧。春红为了分到招安的好处，却负了关胜的约，使关胜沦为嫌犯。黑大虎表面上跟黑风寨所有人都打成一片，称兄道弟，义字当头，但是关键时刻，对黑风寨却一点都不信任。现在，就连黑风寨上下所有人都信奉的故事，都有可能是假的。哼，这世界还真是荒谬。你们说，是不是这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情谊？所有人都会为自己想的多一点。酒多伤身，这世间还是有真情的。我是说，大大不顾自己的安危留在黑风寨，而我们又都追随他，这些不都是真情谊吗？傻书生的确是有情有义，别人害了他，他非但不怨，居然还惦记着。我说傻书生，你能不能为自己想一想啊？干嘛？我说，你能不能为自己想一想？也许当年我就是为自己想的太多了吧。你当年就是为自己想的太多，而辜负了心中喜欢的人，而这个人就是慕容清，对吗？狄仁杰，你可以后悔。傻书生，你根本没有必要为这种女人后悔。你放心，我们是无论如何都会跟着你的，我们永远都不会背叛你的，对不对啊？跟着我啊？那你们可要想清楚了。我好像不管走到哪里，都爱遇到麻烦事。你不是爱遇到麻烦事，你是爱管麻烦事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们才心甘情愿地跟着你。对，我们就是要跟着你管麻烦事，做个麻烦人。不是，是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。来，我们干一个。干！干！干！青子，要当心啊！人在失意的时候，饮茶也是会喝醉的。那是因为你的心想醉。那就让我喝醉吧。想喝醉吗？好笑，你看，居然笑成这样。好笑。来，我们再喝一点。干杯，干杯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还能喝呢。
兰陵呢？兰陵呢？兰陵！沙书生，你快醒醒！兰陵姐姐不见了！兰陵！姐姐！兰陵！姐姐！狄大人，狄大人，大当家他被人杀死了。什么？大当家死了？没错，他被于长剑所杀。五殿当中的第2把宝剑已经出现了，大家都怀疑兰陵是凶手。什么？狄仁杰，大哥不是我杀的。别着急，慢慢把事情说清楚。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亲眼看见他杀了大当家。人命关天，你可亲眼看见？实话实说，无论你是看到的还是听到的，不能有一丝差错。是二当家，我们到的时候看见大当家已经趴在那里了，身边只有他一个人在。大当家，是你杀了我们大当家的！我没有杀人，当时的确就我一个人在，可是我并没有杀死他。大哥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费兰陵一向恩仇分明，怎么会杀死他？就是。莫欲以人格担保，费兰陵为人情深义重，绝非恩将仇报之人。我也可以替姐姐担保。是啊，兰陵曾经在我黑风寨待过半年，是我黑风寨的义妹。萧木也认为兰陵并非是这样的人。若不是他，那凶手在哪里？除非凶手会什么遁地术、隐身术。兰陵，我们不是一直在一起喝酒吗？你为何会到这儿来？是啊，兰陵姑娘，这个时候山寨内可是很少有人走动的。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醒来的时候有点头疼，就四处走走，无意间来到这个凉亭，正巧大哥也在这儿。奇怪，这个时候大当家来凉亭干什么？大哥说他约了人，我想可能是他的私事，便没有多问。此时此地约人，的确有可能是私事。那之后呢？之后我便与他随便聊了几句。大哥，既然你约了人，兰陵就先走了。山寨之事，我想你不必太过忧心。狄仁杰断案如神，想必他一定能帮忙找出真凶的。替我谢谢狄大人。好。兰陵，怎么了，大哥？有什么事吗？你相信伶人演的那个故事吗？其实，前不久兰陵和狄仁杰他们也商讨过此事。怎么说？这个故事的真真假假，我们无从判断，因为那始终是个故事。但是我和狄仁杰他们都相信，这世上仍然有真正的情谊。我们相信黑风寨。兰陵先走了。大哥，大哥，真情义。二哥，好。如果兰陵没有看到真凶，那真凶唯一的逃脱路线，就是凉亭后面的这片丛林沼泽。可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凶手是怎么逃脱的呢？狄仁杰接旨。朝廷派屈大人招安黑风寨，屈大人却离奇地死在寨中，此诚然是对朝廷的大不敬。朝廷本应该绞杀山匪，但朕念及蒲王为黑风寨求情，现特命汴州判佐狄仁杰，自蒲王奏成起3日内，全权负责此案，查出真凶，钦此。狄仁杰接旨。本将军已派更多的兵力驻守黑风寨，从即刻起，除了狄大人一人之外，
其他人等不得擅自出入寨中。是。现在可是离时限还剩下2天不到，如果了明日子时再查不出真凶，我上官可要带兵攻入了。到时候恐怕蒲王殿下也不能阻拦。人皆明白，多谢上官将军。告辞。狄大人，现在情况紧急，鬼魂之说恐怕是很难说服朝廷了。把兰陵关入阁楼。傻书生，你干什么呀？这绝对不会是姐姐干的。姐姐。这不是狄大人身边的人吗？难道也会有嫌疑？师爷，可不可以先把我放出去？万一凶手要是没找着，朝廷打上来了，我也好见春红最后一面。哎呀，你瞧你那点出息，为了那个女人，至于吗？还一天到晚说自己是关二爷的后代，我呸！哎，我怎么了？我爱女人天经地义，总比你一天到晚想着怎么耍伶人强。你说什么？大虎兄弟，大当家被人害死了。什么？金无形死了？大当家怎么死的？大当家被人用鱼肠剑杀死在凉亭之内，剑穿胸膛，死得惨烈。鱼肠剑，那不也是五殿里的3把宝剑之一吗？难道和杀死屈大人的凶手是同一个人？师爷，是不是兰陵杀死的大当家？你别血口喷人，我根本没有杀人。大虎兄弟，现在还不清楚，只是兰陵刚巧也在凉亭之内，朝廷已经答应蒲王殿下的请求，特命狄大人全权负责查办此案。大家再耐心等1-2天吧。哎，师爷，这……兰陵是狄仁杰的人，狄仁杰肯定少不了徇私包庇，搞不好又把我拿去顶罪。傻书生，我看你不仅是傻，你还无情无义。你怪我没替兰陵说话，还把他关进阁楼。他的这么做，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。就算兰陵不是凶手，那黑风寨的人会相信吗？皇上会相信吗？天下人又会相信吗？这前因在我和兰陵之间，不在兰陵和天下人之间。要让大家信服，就必须要找到证据，而证据是让人明白真相的最直接的方法。希望兰陵可以明白，也少一些伤心。可是姐姐她……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找到证据，捉拿真凶，替兰陵洗脱冤屈。那我们去哪儿找呢？这凶手无影无踪，杀了人又转瞬即逝，说不定他真会什么飞天遁地的法术。小宝乖，没事吧？别哭了。小宝乖啊，你看爹爹给你吹了个糖人儿，咱们回家吧。哟，原来是狄大人，啊，真对不起啊，这小孩子他淘气。啊，没关系，最近不要让小孩到处乱跑，这寨中啊不平静。啊，我知道，所以这才赶过来。平时我都不管他的。爹爹，小猴子不见了。哎，没事儿，爹爹回家再给你吹一个啊。唉，如果我们明天还是找不到凶手，那朝廷会不会连黑风寨的小孩都不放过？红阶墨雨，这凶手根本不是什么野心人，也不会什么法术。
温允啊，帮我把那个剑鞘拿过来。是。大大。红巾，可否借你的发差衣物？温允，帮我扶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障眼法。把兰陵交出去，替大当家报仇，替黑风寨伸冤，替大当家报仇，替黑风寨伸冤，替大当家报仇。众位兄弟，众位兄弟，此事朝廷交于狄大人处理，应由狄大人一人做主。二当家，兰陵一直跟随狄大人，交给他，难道他不会徇私？他会秉公执法吗？诸位请放心。狄仁杰一定会秉公执法。狄大人，您这是？20年来，大当家率黑风寨众兄弟行侠仗义，积善积德。人杰今日就将这个义字送给大当家，也将真相告诉大家。真相？狄大人，不知你所说是何真相啊？整个真相就在这里。蜡屑，对，这就是我在剑鞘中找到的蜡屑。我们在武殿里所看到的宝剑都是假的，里面并没有宝剑。凶手之前早就把它偷走了，而凶手正是利用了蜡雕所做的剑柄，放在这剑鞘之上，以假乱真而已。你是说这剑柄是蜡雕做的？也就是说，剑鞘里头只有剑柄，没有宝剑？没错，二当家，凶手处心积虑地制造这场大火，不仅仅是为了制造将军鬼魂返回来复仇的假象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要将这剑柄融化。让我们误以为，这宝剑就是在我们进入武殿之后被偷走的。相信大哥的在天之灵，也已经知道了凶手的骗局。大当家，人杰没有那么好的手艺，再造3把惟妙惟肖的剑柄出来，只能用这个义字来告慰您的在天之灵。这个凶手真是厉害。首先，让我们得出一个错误的丢剑时间，然后他只要不在这个时间内在武殿出现，就可以证明他不是盗走宝剑的人。所以，最有证据证明自己那段时间不在武殿的人，便最有可能是真凶。狄大人的意思是说，盗剑之人肯定在参观武殿众人之中。没错。二位当家，在黑风寨招安之前，武殿有没有人把守？黑风寨已经有1个多月没有外人进入了，全寨上下都忙着招安的事情。做这3把蜡雕，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完成的事情。而这剑柄的样子，我觉得，只有天天可以看到它的人，才可以清楚地记下来，然后盗剑，安放剑柄。人杰相信，这凶手
很有可能就是黑风寨自己人。如此说来，兰陵并非凶手。可是，这盗剑之人，不一定是杀人之人呐。莫非有2个凶手？细想想，咱们现在又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。在汴州城被萧朝天的人追杀，在大漠面对马贼王随时而来的复仇，现在黑风寨又是一场有时限的生死游戏。我看，都不如碰上一个傻书生，赌命啊！你呀，还是如此伶牙俐齿。不过呢，也确实一语惊醒梦中人。人家自以为从来都不赌，却原来是天下间最大的赌徒。那我岂不是天下第一陪赌？我和姐姐竟也心甘情愿地上了这个赌局。如果你们现在想退出，还来得及。大大，你应该知道，任何一个赌徒都只有进，没有退。没错，何况我们昨天才许下生死不负的诺言。我想，也许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让我们找到更多的线索。那你还不快说？莫远，即便你是用剑高手，那天在武殿，你都没有看出那个剑柄是假的，这足以证明那蜡雕的技艺精湛。相信这世上能将剑柄做得如此逼真的，没有几个人。你是说，找出做蜡雕的人？可这一点门路也没有，上哪儿去找啊？有时候，平凡的东西比较好找，但有些时候，越不平凡的东西却越容易被找到。就好像酒香不怕巷子深。再香的酒啊，也要去打听。不过，如果酒够香，就不怕打听不到。也许有一个人会知道。